大家好啊，我是51，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视频就和大家聊一聊我从 Pixel 7 Pro 升级到 Pixel 8 Pro 的体验。经过3天的体验，对于我来说，除了外观之外，本次升级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屏幕、拍照、碳色 G3 以及菲利卡，也就是 OSIF 可以带相关的功能这4个方面。那本期视频是我的主观体验，其他博主聊过的我就不多分享了。如果你有不一样的意见，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交流。根据谷歌官网的信息，这代 Pixel 8 Pro 的峰值亮度达到了2400尼特。经过实测呢，在播放 HDR 内容时的亮度，或者是播放 SDR 内容时手动的最大亮度，都比前代三星 Z Fold 以及第5代 iPad Pro 12.9寸更高。根据 DxOMark 的信息显示，暗色内容时 Pixel 8 Pro 与 iPhone 15 Pro Max 的峰值亮度相似，但显示网页内容时 Pixel 8 Pro 的亮度是远高于 iPhone 15 Pro Max 的，这也与 X 上的这位博主提供的信息一致。Pixel 8系列是第一个使用三星 E7 基材的手机。当你打开相册，你就会发现谷歌为了显摆这个屏幕， Pixel 8 Pro 上的相册也终于开始支持 HDR 显示了，谷歌称之为 Ultra HDR， 但经过测试 Chrome 仍然是不支持 HDR 显示的。这代 Pixel 的 LTPO 最低的刷新率也从 Pixel 7 Pro 的10赫兹提升到了1赫兹。经过测试，在屏幕上的内容静止的场景都可以稳定在1赫兹，而谷歌地图还是和前一代一样锁定在60赫兹，甚至两者都会出现刷新率从60赫兹到最低来回跳的状况。YouTube 则是除了全屏状态是按照视频帧率变化之外，其他情况下都是满血的120赫兹，也就是说，除了最低的刷新率变为1赫兹，其他都和上一代的情况保持了一致。那说到刷新率呢，就不得不提这个遗留了很久的息屏显示恢复到锁屏动画掉帧的问题。Pixel 8 Pro 上面是仍然会出现的。色准和色彩管理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很多概念到现在我也弄不太清楚。但我的认知是不要对安卓的色彩管理期待太高，而反过来说 iOS 的色彩管理好确实是好，但那又能怎么样呢？不过是一台手机而已。从 DxO 的测试来说，红色和紫色的色准相较于 Pixel 7 Pro 下降了，就更别提和 iPhone 这种怪物来对比了。Pixel 8 Pro 的屏幕色深仍然是8位，并且在相机中心支持了 Display P3 色域的拍摄。或许你好奇为什么谷歌要用苹果定义的 Display P3 而不是使用 DCI P3？其实这也很好解释了。DCI P3 的白点偏黄，而 Display P3 则使用了和 sRGB 一样的6500K 色温的白点。三星和微软则不约而同的在16年选择了 DCI P3 作为自己进阶广色域的标准色域，不仅是显示色域，而拍摄色域也是选择了 DCI P3。例如三星 Fold 5上面的 Expert RAW 的成片就是 DCI P3 格式的。当然，它们之间的色彩转换并没有非常麻烦，而且我通过查看三星拍出的 RAW 照片的信息，发现三星的 Expert RAW 成片是 DCI P3 D65 格式的，白点值是和 Display P3 一样的。而且谷歌曾经为了科普广色域而绘制的著名的红色的这个安卓机器人，也是他们在 Display P3 色域上制作的。在色彩管理方面，我对比了目前最新版本的微信、QQ、Telegram、Line、Chrome、相册、安卓的照片选择器 X 这几个应用，除了手动开启强制色彩文件之后的 Chrome 表现比较好，以及除了微信只有照片选择器无法显示 P3 色域以外，其他应用多多少少都用起来不太舒服。
QQX、Telegram、Line 照片选择器这5个软件是几乎完全不支持 P3 显示的。其中 X 上传图片后，居然在 Mac 的网页端上能够看到 P3 色域的信息，而 QQ 呢就只在 QQ 空间预览的时候支持。Telegram 即使在 Mac 上面给自己发送 P3 色域的图片，也会被 Telegram 强行转化成 sRGB， 而 Line 则是完全不支持 P3 显示的。谷歌相册方面，少部分界面不支持显示，除此之外，将 Display P3 图片截图之后的图片缩略图也无法正确显示，但打开之后却可以正确显示。甚至在 iOS 的谷歌相册上的缩略图也是无法显示的。那我就推测可能是 Material 3的缩略图组件本身是不支持 P3 色域显示的，因此谷歌对于谷歌相册中色彩描述文件为 Display P3 的缩略图进行了优化。但是呢，它遗漏了 Display P3 Gamma 的 with sRGB transfer 这个描述文件，而这个描述文件也正是 Pixel 的截图的色彩描述文件，因此截图中的 P3 信息就没有被优化了。为了验证我的想法，我在 iOS 上按照同样的方式对 Display P3 的图片进行了截图。因为 iOS 截图的描述文件是 Display P3， 如果谷歌确实是只针对 Display P3 的照片缩略图进行的优化的话，按理说这张缩略图应该就正常了。没想到最后 iPad 上面的缩略图确实正常了，而安卓上面居然只露出了半只腿。我自信的认为我的推断是正确的，但这半只腿我觉得可能是和 iOS 截图色深是16位有关系吧，但我有点太懒了，所以就之后再给大家验证好了。总之，如果很需要做色彩管理的话，建议还是继续使用苹果生态，毕竟当年苹果断舍离做的最狠，现在做的仍然最好，也就不奇怪了。不过有一点还是很遗憾的，即使拍摄 Display P3 色域的弱格式照片，色深仍然为8位。作为参考， iPhone 14 Pro 可以拍摄8位的 Display P3 普通照片，或者是16位的 Display P3 Apple Pro 照片。在屏幕部分的最后，紧急插播一条遗漏的信息，就是这一代 Pixel 的户外最大亮度比前代持久了非常非常多，基本上没有那种突然降低亮度的情况，可能和机材的更新以及功耗的降低有关吧。那既然我们已经聊到 Display P3 拍照了，那接下来就不得不来聊一个很无聊但是无法避开的话题，这代 Pixel 的拍照到底怎么样？首先感受最深的肯定是 HDR 了。随着安卓14的推出，谷歌也将 Ultra HDR 实现在了 Pixel 8系列的相册上。在 HDR 功能方面，相册预览的图片并不支持显示 HDR， 但是影片预览是支持显示的。除此之外呢，我还对 Pixel 8系列目前的谷歌相册的 HDR 相关的功能进行了测试，结果如图所示。你只可以在你的动态影片中选择2帧进行导出 HDR， 而 iOS 就没有这个限制。不过总的来说做的已经很不错了，毕竟是第一个版本嘛。那等待谷歌将7 Pro 的HDR 也更新，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7 Pro 上面的 HDR 屏幕了。其次，关于锐化，比起7，大部分场景都降低了。甚至我也拍出过这张5000万像素锐化痕迹不太明显，我比较满意的照片，但是2倍却经常翻车。比如说这张照片，树叶的边缘还有猜字的痕迹都让人观感很差。专业模式下，猜色的算法会弱化，但锐化仍然不会降低太多。在正常的时候，观感是很讨喜的。其实我觉得 Pixel 7 Pro 后期固件的照片，如果你能接受的话，你也一定会喜欢 Pixel 8 Pro 的风格。
这代 Pixel 也新增了专业选单和专业模式的功能。专业选单中的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特别是可以关闭镜头自动选择的功能。而专业模式则和其他家比较相似，谷歌的 UI 做的比较友好，进入可以调整参数，按返回键就可以退出。至于色彩颜色的一致性，我认为除了长焦有时候颜色不够通透以外，这代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总结一下 Pixel 8 Pro 的相片，我认为还是需要更多固件更新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它的成片率太低了。如果不考虑成片率的话，在高频的细节、还有暗部的细节，以及从视频中抽取的竞争来说，都是有明显的提升的。括号是放大看以后有明显的提升，但是成片率实在是太低了，我只能说未来可期吧。具体的所有样张大家都可以点击评论区中的谷歌相册连接进行查看，顺便大家也可以保存到自己的相册，看看目前到底 Pixel 7 Pro 有没有 HDR 效果。我记得我在论坛上看到有人说过也可以显示 HDR 了，但是其实谷歌下放 HDR 是迟早的事情，所以大家也不用心急。最后的最后，我要强调一下 Pixel 7 Pro 的固件当年其实拍照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好。总之它是 Pixel 嘛，就等 Pixel 后期的 Feature Drops 还有版本更新好了。接下来就要聊到 Tensor G3 了。其实在日本7 Pro 和8 Pro 日常都是完全可用的，而且这代 Tensor 翻车的高频我也用不太上。总之日常使用的话， Pixel 8 Pro 的体感温度进一步降低了，而且这只是首发固件，希望之后的表现能更好一些。不论 Tensor 的 NPU 是不是一种营销手段，这一代图像处理速度快了非常非常多，普通的照片任务几乎不用等待转圈圈，当然拍摄高像素的时候还是需要等一会的。早期固件王者荣耀单机人机会频繁出现团战帧率个位数的情况，当然联网模式则没有这个问题。顺带一提， Pixel 6 Pro 和 Pixel 7 Pro 上三指不稳定的情况仍然存在，如果你需要玩王者荣耀的话，请你注意这个状况。Pixel 的底层触控仍然是有待调教的，但总之一切心情就是我都已经买了 Pixel 了，就饶了我吧，说什么性能呢？最后对于我个人来说，第4点提升就是终于可以使用菲利卡了。日本的公交卡都需要神奇的菲利卡芯片，也就是 OSIF-K 带的功能，这是索尼的一个协议，比起 Type A 和 Type B 的 NFC 都更加灵敏和安全。考虑到日本人口密集程度很高，而且没有我国地铁的安检作为限流的保障，菲利卡是很有必要的。当然美版的 Pixel 是不能够不解锁就用这一功能的，所以我太懒就买了实体的定期券。当我兴高采烈地打开 Passmo 的 App 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当时购买定期券的信息总是对不上。总之等定期券过期好了，希望自己这3个月出门不要忘记带公交卡。此外呢，与苹果钱包不同，安卓上的菲利卡是需要额外下载软件的。下次我会拍一个视频说明含有菲利卡芯片的安卓手机如何使用公交卡。聊到这里，你可能发现我并没有介绍 Google Pixel Pro 上的那些 AI 功能。那我到底为什么对 AI 避而不谈呢？ Pixel 上的 AI 功能真的有用吗？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如果有人说买 Pixel 而对 AI 不感兴趣，那他一定是骗人的。但目前可以使用的新 AI 功能，除了支付级的2D 人脸识别之外，感知都没有很强。首先，发布会上很多重磅的 AI 功能在现在的固件中都还没有出现。其次，对于目前有的新功能，音频橡皮擦、最佳照片还有魔术修图来说，前两者我很少拍视频和合照，
而后者我认为体验目前还是比较差的，每一步操作等待的时间太久了，而且最后生成的图片我也觉得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吧。不过感兴趣的是，谷歌应该如何解决生成式 AI 的版权问题呢？目前我找到的最新消息是 Google Cloud 上面发布的这篇博客，谷歌已经承诺了对 Google Cloud 和 Workspace 客户的保护，但对于 Bard 还有谷歌相册中相关的 AI 生成式的功能，也就是魔术修图和 Zoom Enhance 功能的用户的保护，我们仍然是找不到答案的。至于 AI 有没有用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非常肯定的。Pixel Pro 可以说是救了我一命。对于刚来日本的我来说，和日本人打电话还是很需要实时字幕的。虽然没有 Screen Call，但实时字幕也是蛮实用的。毕竟我们做题家嘛，看到日语就能懂是什么意思。之前申请 GCB 信用卡的时候，人脸识别不通过，我就用实时字幕功能顺利的沟通成功了。如今 Bard 的识图其实完全可以代替谷歌镜头的功能，但 Bard 的网页版在手机上体验特别差，经常出现文件不可用的情况。作为对比， ChatGPT 安卓端的图片交互就很正常，所以 Bard with Assistant 还是很重要的。我也做了一个 Pixel 8上的功能更新与中文支援情况的网站，供大家参考。那我最期待的功能是 Bard with Assistant， 它有中文转写的支持，以及视频增强相关的功能。你们最期待的是什么呢？这里要提一下，就是中文转写的支持是台湾的那一博主说的。我想按照以前的规律，简体中文也是有很大概率能支持的吧。总之，我们大陆又蹭到了，最后，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个问题：我们成为 Team Pixel 究竟是为什么？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做测评，在我发布开箱视频之前，我一直很惶恐，因为这个圈子吧，充满了人们为了证明我买的产品是最好的之类的无休止的争论。不过上个视频的评论区里大家都还蛮和善的，所以我也很努力的回复大家。其实，当我们说饭圈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早已处于饭圈之中了。就我们的消费品为什么会超越消费品本身？它是否存在着一些身份认同呢？这是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我们不用回避这些，它当然是存在的。比如说，Pixel 给我们的感受就是轻快和个性。它的动画虽然不如 iOS 和定制 UI 复杂，但丝毫不拖泥带水。与此同时，又增加了一些灵动的小细节，这是能够打动我的。而它独有的功能呢，不能用精致形容吧，可能只是有趣而已。毕竟它的每个功能不像是 Flyme 那样存在感那么强，调用率又那么高，对用不着的人就反而有些臃肿了。个性呢，则体现在自成一派的 Material U Design。从以前的 Material Design，也就是那个迫害了 Smart Bar 的那个设计规则，到现在的 Material U， 谷歌一直在修改一些设计原则，以至于很少有应用会一直跟着谷歌的最新规范开发，甚至包括谷歌自己。但对于我来说，我对安卓能统一规范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我都用安卓了，你觉得呢？我们就是捡点 iOS 剩下的吃就够了吧？那回到标题的问题，你去升级 Pixel 8 Pro 到底有没有必要？我认为无论 Pixel 8 Pro 表现的有多好，都是没有必要的。那说到这次升级本身，我认为如果只是目前的固件版本，那它的拍照提升还有性能表现都支撑不起它的价格。但是试想我第一次买到 iPhone 的那天，也就是大一的生日吧，拿到手以后恨不得把每个菜单都研究个遍。如果有一个能够买到，喜欢了很久但一直没能买到首发的数码产品的机会，
我想就算重来，我自己还是会选择下单吧。况且谷歌的定价，只是个定价而已。谷歌首发活动力度一直都是很大的，算上换新的折抵和积分，我也只花了5万日元。不过还是希望国内的各位可以早日买到便宜的 Pixel 8系列，体验到 Pixel 8的功能。到那时候固件应该就比较圆满了。好啦，这期视频终于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请你帮我挑挑毛病吧。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期待下次更新的内容，都可以在评论区中提出。谢谢大家。本期视频的参考文献如下，如果需要查看文字版本，请访问评论区里的链接。拜拜。